有缘人又见面了。1号那天，我祝福你们今年肯定能大赚特赚。只说祝福不给实际操作，并不是我的风格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2025年5个机会最大的行业。把握了这个风口机会，猪都能起飞赚钱。老规矩，听前先点赞的人，你会越来越有钱。1. 社恐经济。社恐是最近几年流行的新词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先科普一下，社恐全称是社交恐惧症，指的是不敢或不想社交，喜欢一个人独处的一类人或者生活方式。说白了，就是喜欢一个人过。和一些不熟的朋友社交，我宁愿选择在家玩手机。24岁的小兰表示，她不是不敢与别人社交，而是不想。她认为与不熟的人交流，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去适应和回应，而在家玩手机则是一种更为轻松自在的选择。这种现象并非个例。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给自己贴上社交恐惧症的标签，他们对社交活动感到害怕或不愿意参与。这种情绪在消费场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在那些强调社交互动的消费环境中，他们经常感到疲惫和压力，更倾向于寻找一个轻松自由、相对私密且无需社交的消费体验。为了迎合这一群体的需求，商家们开始推出一系列贴心的服务，情商课程、一人食餐厅、流量经济等新兴业态，逐渐成为挖掘社恐情绪背后商机的钥匙。此外，打车软件新增了别尬聊的选项，智能健身镜等产品取消了传统社交场景。AI 面试、迷你 KTV、无人花店、无人售酒、无人便利店等新型商业模式也日益受到欢迎。这些服务和商业模式满足了社恐群体的需求的同时，也为整个消费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可能性。在年轻人眼中，社恐早已不是贬义词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人均社恐的数字原住民们已经日益认可情绪价值、情感价值。越来越多品牌开始涉足社恐服务，衍生出了社恐经济这一名词，足以证明对于这种生活方式的需求和认可。这类人群通常被称为社恐一族，他们对面对面的社交活动有着本能的排斥感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拒绝社交。实际上，许多社恐人群内心渴望参与社交，但往往因为害怕、担心等负面情绪而在社交场合感到不适。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，年轻人早已习惯了线上社交的狂欢和线下独处的宁静。他们在线上可以自由表达、畅所欲言，但在线下，面对如商场店员的紧迫盯人式服务，或健身房里卖卡卖课的教练，他们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，甚至反感这种过度的服务方式。社恐经济行业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。它通过提供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娱乐服务，满足人们在不直接参与传统社交活动的情况下，实现自我表达和社交需求。且这包括但不限于线上社交平台、个性化推荐系统、虚拟现实社交体验，以及各种无需面对面交流的娱乐和消费方式。比如，多伦多一家名为 Dinka Yunnan Noodle Shack 一人食中餐厅，每个食客都有自己的隔间，
可以阻挡来自四面八方的眼神。每个座位上还有一个手机支架，一个呼叫按钮，以及可以存放包和外套的抽屉，很受年轻人欢迎，因为这让他们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有个私人的空间，感受到安全舒适。所以你可以考虑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，让别人感到安全舒适。比如服务类行业多一些流程化的静默服务，少一些询问式交流。餐饮业可以多考虑提供单人的套餐和餐桌空间等。2. 宠物赛道。这个赛道已经说太多次了，为什么一直会拿出来讲？核心原因在于，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，生育率的下跌都是不争的事实，社会都在往少子化、无子化的方向发展。但人总是需要陪伴的，没了孩子，宠物就成了给予年轻人情感的重要对象。刚刚上面第一点提及了社恐经济，其实社恐的年轻人在躲避与人的相处外，往往都会养一只宠物来缓解情绪。宠物经济中又有哪些赛道呢？1. 宠物食品与用品，刚需中的商机。宠物食品作为宠物生存的基本保障，市场需求持续旺盛。主粮市场，各大品牌纷纷在营养配方、原料品质上发力，力求满足宠物不同生长阶段、不同健康状况的需求。例如，针对老年犬猫的关节呵护粮，富含软骨素与葡萄糖胺，助力爱宠行动自如。幼宠粮则注重高蛋白，易消化，为小家伙们的成长筑牢根基。零食领域，创新口味与功能性零食层出不穷，从帮助清洁牙齿的洁齿骨，到富含鱼油美毛的肉质零食，既讨得宠物欢心，又兼具保健功效。营养品更是瞄准宠物的各类健康问题，精准出击。益生菌调理肠胃，卵磷脂滋养毛发，为宠物健康保驾护航。宠物用品同样商机无限。玩具市场，从传统的毛绒玩具、橡胶球，到智能化的互动玩具，如自动激光逗猫棒、感应飞盘，让宠物独自在家也能尽情玩耍，释放精力。窝垫讲究舒适与个性化，四季窝适应不同温度，可爱造型窝满足主人审美。牵引绳在保障安全的同时，不断升级材质与设计，轻量化、反光材质的运用，让遛宠更便捷、更安全。功能性与美观性兼具的产品成为市场宠儿。2. 宠物医疗，守护萌宠健康。宠物医疗涵盖范围广泛，从预防保健到疾病诊疗，各个环节都至关重要。预防保健方面，疫苗接种、驱虫是基础操作。宠物医院会根据宠物年龄、生活环境制定个性化方案，定期提醒主人带宠就医。疾病诊疗则要求医院具备专业的医疗团队，内科、外科、皮肤科等专科医生各司其职，精准诊断。先进的检查设备如生化分析仪、PCR 检测仪、高清 B 超等，为准确判断病情提供有力支持。精湛的手术技艺在绝育、肿瘤切除、骨折修复等手术中得以展现，确保宠物术后快速康复。药品供应上，既有进口特效药物，也有国产平价良药，满足不同消费层次需求，守护宠物健康的每一道防线。3. 宠物美容与寄养，颜值与生活照料。
宠物美容是宠物的颜值经济。洗澡服务不再是简单冲洗，而是选用温和香波，配合按摩手法，让宠物享受舒适沐浴时光。修剪毛发、造型设计更是考验美容师功底。萌系造型、创意雕花，让宠物出街回头率爆表。寄养服务注重为宠物提供家一般的温暖。家庭式寄养给予宠物更多陪伴与自由活动空间，模拟家庭生活场景。宠物店寄养则在环境消毒、饮食管理、健康监测上更显专业。24小时监控，定时遛宠，让主人出差、旅游无后顾之忧。贴心照料，让宠物度过愉快的寄养时光。4. 宠物保险与赛事，新兴领域潜力。宠物保险作为新兴板块，正逐渐走入大众视野。健康险为宠物疾病治疗、手术费用兜底，意外险则在宠物遭遇意外创伤、误食异物等突发状况时发挥作用。保险公司通过优化产品设计，降低免赔额，提高赔付比例，增强吸引力。借助线上平台简化投保、理赔流程，提升用户体验。与宠物医院直连，实现快速定损、赔付，让保险切实为宠物医疗减负。宠物赛事则为宠物爱好者提供了交流、竞技的舞台。从专业的拳展、猫赛，依照品种标准评选最佳品项，到趣味性十足的宠物运动会，如狗狗障碍赛、猫咪敏捷赛，展现宠物运动天赋。还有萌宠才艺表演，宠物们的聪明才智令人捧腹。赛事运营方一方面精心策划赛制，邀请专业评委，确保公平公正；另一方面积极与品牌合作，拉取赞助，设置奖品，提升赛事知名度与吸引力，为宠物经济注入活力与激情。消费升级浪潮正席卷宠物经济领域，宠物主不再满足于宠物的基本温饱，而是追求更高品质、更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。从营养均衡、食材新鲜的高端宠物食品，到设计精巧、功能多样的智能宠物用品；从专业精细的宠物美容护理，到定制化的宠物训练课程，无一不彰显着消费升级的趋势。这种升级促使宠物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入，不断拓展利润空间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对这个赛道很感兴趣，请先从养一只宠物开始吧。只有成为这个人群，你才能了解他们的需求，才能找到其中赚钱的秘密。3. 孤独经济。这个赛道跟第一点讲的社恐经济有点类似，但实际上相反。前者是不敢社交，被动独处，这个是因为工作和生活可能没时间、没圈子社交，但是又渴望和需要社交交友，缓解孤独。超单身时代下，超过几个亿的单身独居者，这类人群往往都是大城市的打工族，追求高品质的生活，又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社交。就是这样一批单身且独自居住的年轻人，被称为空巢青年。他们孤身一人在大城市打拼，强烈的情感寄托和生活便利需求衍生出来的经济产业链，被称为孤独经济。各方都已经盯上了单身人士，除了爱情。在这句心酸的调侃背后，是空巢青年带来的巨大商机。单身公寓、小家电、一人食、定制游、宠物经济等等，
这些商机已经养活了一大批上市公司，逐渐成为消费主流。你像个孤独患者，自我拉扯。陈奕迅唱出了一大批空巢青年的心声，但在商家眼里，这些被拉扯的孤独感，正是他们需要抢夺的热闹市场。孤独经济这门生意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最直接的就是单身公寓的兴起。在日本东京，这种连胳膊都伸不开的8平方米超迷你公寓，入住率却高达 99%。 看起来房子虽小，却五脏俱全，专为一个人设计，也只够一个人住。其背后的设计公司 Spiritus 是专门设计迷你公寓的，还在2018年申请了自己的专利。现如今房租越来越贵，房子却越来越小，各大房地产商都开始推出30-40平左右的小户型单身公寓。孤独经济白皮书显示，40平左右的小户型成为房地产商专为年轻人推出的单身公寓。为了适应这样的户型，家用电器也开始进行配套的迷你化，普遍在正常体积的2/3以下，容量刚刚够一人使用。在网上，迷你烤箱、一人食电热杯等迷你家电的爆款销量普遍超过20万单。众口难调，一人食其实是更方便的选择。早在2012年，日本就推出了一部《孤独的美食家》，讲的是一名形单影只的中年男子，在日本的大街小巷四处寻觅美食的故事。热评第一写道：导演真孤独，心理活动拍成一部剧。但是连这么孤独的剧我都看了，居然还很喜欢，可谓是当代空巢青年的心理写照。当单独吃饭成了刚需，各种一人食餐厅应运而生。最近日本就推出了一人席的设置，配备充电和 Wi-Fi， 且不限时间。日本的一兰拉面更是将一人食发挥到了极致，顾客一进门就可以在门口的自助点餐机下单，每个人一个小隔间，店员从帘子后面上菜，想要加菜可以按桌上的小铃，全程不受其他人打扰。之前一款日本游戏公司开发的旅行青蛙火遍大江南北，一时间云养蛙儿子成了孤独人群的心灵安慰剂。当然比起云养蛙、云吸猫、云撸狗，大家更喜欢在身边养一只真实的宠物。宠物需要人照顾，人需要宠物陪伴。从某种角度上讲，宠物和宠物主是一种互相需要的关系。谈什么恋爱，不如养只猫吧。道出了空巢青年的心声，也贴合了我们上述讲的第2点宠物经济的内容。目前的孤独经济业态，一方面是带给用户解决其孤独需求的服务，让用户的生活更便捷、更有温度，但同时又会使其陷入这种生活，加深用户的孤独感。这一矛盾关系或许将会长期共存。如果你是一位独处者，或者你身边有这样的人，你可以尝试看看这个方向，如果能够把握需求，金钱的奖励会很丰厚。4. 心理健康经济。现在社会超过1/10的人有抑郁症，近1/3的人有睡眠障碍。比如有些听众经常在深夜来收听我的节目。奔腾年代的硅谷，冥想是一种显学，几乎所有叫得出名的 CEO 和投资人都在通过冥想来缓解高压工作带来的焦虑，改善大脑的健康状态。甚至你不冥想，你都不算硅谷圈的精英。随后的几十年里，以冥想为代表的身心灵疗愈产业
在欧美国家经历了爆发式的发展。除了冥想，还包括心理咨询、感官疗愈、旅游疗愈、艺术疗愈等等各式各样的疗愈概念眼花缭乱，层出不穷，飞速壮大。疗愈产业的本质是提供情绪价值，心理疏导更高层次是改变三观。所有这些的最终目的，都是教人如何在变化无常的社会里心安。1980年代的美国，人均 GDP 达到 1.44 万美元，外在的物质需求达到一定满足，人们开始追求内在精神世界的丰盈，这是疗愈产业兴盛的底层逻辑。时至今日，美国有超过4500万人练习冥想，主攻疗愈产业的公司也成为资本市场的香饽饽。但火热的心理咨询似乎还谈不上是疗愈产业的全部。换言之，心理咨询的池子太小，接不住喷薄而来的疗愈大潮。多元的疗愈产品和五花八门的商业模式注定会诞生。在大城市打拼了快10年的小校最近辞职了。此前他供职于一家新锐互联网公司，担任部门主管，待遇非常优厚，但他仍然坚定地选择离职。原因是看准了一个市场机会，颂钵音疗，他认为这是难得的创业好机会。颂钵音疗是通过敲击钵这种乐器来更好地完成冥想，它有辅助睡眠、缓解焦虑等作用。颂钵音疗的客单价低的几百元，高的可以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。除了买房、买车、买奢侈品等，消费市场里单价超过10万的产品真的不多，但它依然让越来越多人追捧并掏腰包。即便按客单价从888元、3000元到5000元不等计算，一家线下颂钵音疗团队每月举办几场，也有可能收入突破100万级。小校之所以辞去高薪工作，投奔颂钵音疗，看重的也正是这飞速增长的市场。消费者需求非常强烈，但是市场上高质量服务团队还处于稀缺状态。需求强烈，但供给不足。当一个市场处于这样的状态，就是所谓的红利期，而疗愈产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大部分产品形态是体验性的服务，是典型的轻资产模式，这注定它是个暴利生意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仅仅是一个颂钵，当然满足不了蓬勃的需求。于是疗愈市场开始各种概念横飞，只有你想不到的模式，没有你找不到的玩法。从气味入手的芳香疗愈，从绘画入手的曼陀罗疗愈，从占卜入手的塔罗疗愈，从水晶入手的水晶阵疗愈，从肢体动作入手的舞蹈疗愈，从旅游入手的旅游疗愈。所以，你看准了那条属于你自己的赛道了吗？5. 文化娱乐产业。这个跟上面几个不同，这个有点太宽泛和大，但风口随着全球经济的问题越来越旺盛。无论单身还是情侣，甚至以家庭为单位，精神需求越来越强。旅行、游戏、电影、电视剧以及非遗行业等都爆发式增长。之前的疫情期间，年轻人宅在家里，通过游戏、电影来打发时间。如今，年轻人的精神需求有增无减，需求更加多元化、个性化。游戏行业的创新、电影市场的繁荣以及非遗行业的兴起，都是典型例子。如果能入局文化娱乐产业分一杯羹，
不愁没前途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 YouTube 上面，你刷到的很多广告，其中游戏类的就占了很大一部分，说明当前经济下，游戏业依旧繁荣。同时，去年大热的短剧，今年火热依旧。听众朋友们，你们问问自己以及身边的人，你们今年看了多少短剧了？旅游更甚，但旅游这个事情，很看机缘巧合，往往一个热点过来，立马成为风口浪尖，大量游客涌来。如果你恰巧在这里生活，不用几个月就能赚到你几十年的收入。所以，文化娱乐产业是当前这个时代的精神粮食。你只要把精神粮食生产好了，不愁你现实的财富不够。有缘人，感谢你听到这里。讲在最后，无论选择进入哪块行业，都得充分考虑自身的兴趣、技能和市场需求，同时要关注行业趋势和政策变化，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和风险评估。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，请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。如果你有所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。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